女人独自乘电梯回家，却突然发现身后的男人好像正是警方追查的杀人魔。随着电梯门的打开，女人强装镇定地走了出来。好在男人并未跟上，可就在她准备输入密码开门时，不久后邻居路过，发现房门没关，顺着门缝往里望去，瞬间被吓得当场石化，一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正死死盯着他。显然女邻居因为目睹过凶案现场而被凶手灭口了。老韩本想悄悄离开，可那该死的手机好巧不巧的偏偏在这时响了起来，吓得他赶忙挂断。老韩拼命跑到保安室想寻求帮助，里面却空无一人。老韩拿起电话就打算报警，却听到身后传来了女儿的声音。老韩迅速转身，却看到凶手走了出来，就站在妻女的不远处。他最终选择放下了手中的电话。凶手见此情形也走了回去。他刚跑过去将妻女拉开，旁边就停下了一辆车，下来的正是负责案件的张警官。他本想跟警察说些什么，当看到不远处的凶手时，老韩暴怒地指责张警官。张警官失望地看着他转身离去。老韩此时心中苦闷不已，他既想做个正义的人揭穿凶手，可又害怕妻女受到伤害。警局里众人都在庆祝凶手归案，可张警官却总觉得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呆呆地坐在角落里看着死者的照片。等众人都走后，张警官独自一人反复地查看着监控录像，发现在案发当晚一辆黑色的汽车被盗。可这时手下过来直接关掉了电脑，还指责他不应该擅自越权查看。张警官拿出第二名受害者的照片，表示他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了凶手，所以才惨遭毒手失踪的。而手下却笑称，重案组什么时候开设寻人的业务了？听了这话，张警官对着手下就是两脚，指责他案发当晚凶手使用的那辆车是被盗的车辆，这么明显的线索为什么都没查到？人命关天，麻烦对生命负点责任。不久后，警方就找到了被盗的车辆，可此时的车子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了。两人在车内反复寻找，最终在缝隙中找到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并从中找出了一张被损毁的内存卡。经过不懈的努力，两人终于恢复了内存卡里的记录。根据轨迹顺利找到了凶手藏身地。到了深夜，凶手果然出现了。锁定凶手后，警方便对嫌疑人展开了24小时的监视，并打算从目击者这边寻找证据。张警官拿着照片找到了老韩。사건당일날범인을봤음직할사람이그리고사청사는최서연씨는即便张警官已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可老韩还是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离开的老韩没有回家，而是去找到了第三名目击者可乐。他拉住可乐询问他是否见过戴帽子的凶手，可接下来傻子的回答却让老韩脊背发凉。나도 봤지. 씨발, 그걸 왜 봐가지고? 여기 있어요 모자. 응? 이놈 모자. 아까부터 여기 있어요. 그만해! 原来这些只是张警官测试老韩是否见过凶手设计的。张警官再次询问老韩，如果他能站出来指认，他们现在就能逮捕对方。可老韩依旧选择沉默。张警官愤怒地抓住老韩，斥责他见死不救，事后还袖手旁观，任由凶手恣意妄为，害得无辜的人失踪。听到这话，老韩彻底破防。就在这时，手下接到电话，说凶手突然脱离监视，同时还发现可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几人慌忙开始寻找，顺着掉落的饮料，他们找到了一个烂尾楼，从垃圾堆旁找到了受伤的可乐。此时的老韩才幡然醒悟，原来凶手从来就没想过放过他们。如今3个目击者只剩自己一个，看来自己早已身处危险之中。回到家的老韩向妻子坦白了一切，随后就来到了警局指认凶手。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一刻。随着老韩的点头，整个警局全员出动，飞奔着前去抓捕凶手。本以为这次抓捕万无一失，可等警员冲进屋里，才发现男人正静静地等待着警方的到来。张警官似乎察觉出什么，看到微波炉里正加热着不明气罐，意识到危险，双方同时交出闪现。事后地上躺满了受伤的警员，男人趁机跳窗而逃。等众人回到警局，老韩并没在人群中找到凶手，瞬间慌了神，质问众人凶手呢？可没一人回答。很明显他们这次失败了。老韩害怕家人受到伤害，
慌张的边打电话边往家里赶。与此同时，家里的门铃也被按响。妻子警惕地询问对方的身份，得知是警察，妻子放心地打开了房门。说话间，女人邀请警员进屋等待丈夫。警员拿起门口的东西准备进门，却发现满手鲜血。警员好奇地打开查看，就看到老韩家走失的小狗。凶手看准时机，3两下让警员领了盒饭。妻子反应过来，立刻朝房间跑去，先将女儿塞进了衣柜，用梳妆台挡住房门。但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很快，男人就破门而入。妻子拿起熨斗砸伤了男人。为了保护女儿，她拿着熨斗跟男人拼命，但最终不是对手，被男人狠狠摔在地上。这时女儿跑了出来，好在女儿机灵，赶忙朝外跑去，而妻子则死死抱住男人的腿，给女儿争取时间。男人为了挣脱束缚，拿着妻子的头狠狠往地上砸。这时女儿也跑出了屋子，男人立马松手，打算去追小女孩，哪知被妻子抓住机会，拿起锤子砸伤男人后就跑出门外。男人拿起锤子紧随其后，妻子抱着女儿往楼下跑去。就在女人逃无可逃，被男人逼到墙角准备行凶的时候，电梯门恰好打开，2名搬运工走了出来。最终在众人的围观下，男人才悻悻收手，先行逃离。可即使这么多居民围观，却没有一个人前去阻拦。看到妻女受伤，老韩这次再也忍不下去，朝着男人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2人在丛林中拼了命的厮打，还没来得及分出胜负，就遭遇了泥石流。等再次睁眼，他的身边多了好几具尸体，很明显这些人都是被黑衣男杀害的。如果不是那么多冷漠的人们，就不会有这一系列的命案。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对别人伸出援助之手，毕竟谁也不能保证下次遇到伤害的会不会是自己。